和大家想的可能不太一样 ，Flex Pro V3 并不是 Flex 2 Pro 的升级版。Xway 对 Flex 系列产品的定价策略进行了调整，从原先标准版 Pro 版分别对应的4000元和6000元档，调整到了3000元和5000元档。Flex Pro V3 比起上一代 Flex 2 Pro 拥有几乎相同的配置，它们唯二的两个不同点主要集中在电池容量和整板发光工艺方面。竞争看我频道的朋友们应该都非常熟悉他们的这套整板发光系统，它的控制逻辑深度融入到了滑板的操控中，遥控器菜单可以直接调整光效，光效不多但都非常的实用，并且还拥有非常丰富的例如档位切换、转向灯、防误触、电子手刹、前后方向切换和刹车灯等交互功能。这套灯光交互可以说是整个电动滑板行业的榜样了。而现在 Flex Pro V3 在灯光部分迎来了进一步的升级，灯珠数量从原先的200多颗升级到了300多颗，导光材料也做了改进。老版本整板发光在特定角度下能观察到灯珠排列，而 Flex Pro V3 的灯光就显得更加均匀与柔和。其实它的工作电压也从5伏升级到了12伏，相较老版本它会稍微亮上一些。之所以看起来区别不是特别明显，主要还是新的导光材料会损失更多的亮度来换取更均匀的出光，发光品质的提升总是以更大的光损耗为代价。这个原理玩摄影的朋友们应该就很清楚。另外，这个发光部分最外层包裹的聚氨酯配方也做了改进，现在它更不容易老化，发黄也更加的防撞，能明显看出 V3 的板边比起之前的所有版本的型号都显得更加白净，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也更能维持得住这种白净，这方面给观感带来的提升还是非常立竿见影的。按 Xway 的说法，这一次的 V3 使用了与以往完全不同的全新灯珠封装结构，采用这种新结构封装的灯珠预期寿命和抗震、抗折弯、抗老化能力都会有质的提升，就有更大的几率能做到灯光系统在滑板全生命周期内不发生损坏。他们还专门做了专利，以确保其他的友商无法从供应商那里用到这项技术。要知道以目前的情况来说，整板发光能坚持到滑板全生命周期不坏是非常困难的。电动滑板弹性板面内部封装灯带的工作环境实在是过于严苛了，如果真的能做到如他们宣传的那样的，毫无疑问就可以称得上是断档级别的强大。不过宣传归一码，实际做到是另一码。我也会持续关注这款 Flex Pro V3 的售后情况，看是否与宣传属实。另外一个小升级就是滑板的砂纸裁切也参考了 FPG 的设计，比起 Flex 2 Pro 会露出更多的正面灯带部分。以上能给人感知比较明显的升级也就基本上是这些了。老实说，你不能指望一个日趋成熟的产品还能持续进行大幅度的升级换代。像成熟的汽车市场就经常会使用同一个型号仅以年份来区分小版本的迭代，每一个年份的版本只做一些外观上的小改动。那这一次的 Flex Pro V3 就是这样只做一些小改动的更新迭代。如果你是以前 Flex 2 Pro 的用户，就完全没必要换成 Flex Pro V3。实际上，由于这一代的 Pro 版定价下调了1000元，它的电池反而还不如 Flex 2 Pro 的容量大。Flex 2 Pro 的电池容量是432瓦时，而 Flex Pro V3 又调整到了和一代 Flex Pro 相同的345瓦时，这也是目前主流终端街道版常见的容量。Flex Pro 当年我进行的续航实测是35.9公里，各位可以参考一下。总体看，这次的价格下调是好事它能让原本预算刚好差一点的板友们也能负担得起，而不用再选择其他小品牌看似纸面数据更优秀，实际体验差一截的产品。我一直都说别太看重续航，而是要更多的关注滑板的板面和桥架配置。电动滑板本身就不是为了跑得更远，而是为了让同样的路程变得更加有趣而存在的。如果一张滑板的实际续航很长，但是体验拉垮，那么它的价值就会大打折扣，而体验的好坏也很难被简单的详情页数据所量化。这一块还是得依靠足够详细的长测视频和线下体验。关于这张 Flex Pro V3 更具体的测评内容，各位可以参考往期 Flex 2 Pro 的视频。那总体来说除了以上2点改动，它的其他配置都是保持了高度一致的。对了，轮子部分也有一些改动从原先的 90×64-78A 特殊定制尺寸换成了这种 85×56-76A 的轮子。这个新轮子的材料更好，但是尺寸规格更小，很难说抓地力方面到底是有提升还是有降低。不过这应该是相对来说比较无关紧要的点了。
毕竟绝大多数的终端街道版用户到手基本就会对轮子进行更换的。这方面我个人首推102，想省钱也可以去用 BB105。具体各种轮子有何区别，各位可以去看我以前的这一期视频。好了，这一次的测评就比较简单呐。如果想要任何这张滑板，可以在某宝或者抖店搜索 Xway 进入官方店铺，下单给客服发送暗号 DEAL 就能获得粉丝专属优惠，活动长期有效。以上就是本期视频全部内容，如果对各位有所帮助，记得点赞。想看更多电动滑板相关资讯，可以保持关注。我是 DEAL，我们下期再见。